小山羊。从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只山羊妈妈，它有7只小羊。有一次，山羊妈妈和孩子们说：“我出门去田里采一些新鲜的青草，你们乖乖地待在家里哦。”小山羊们说：“好的，我们会听话的。”山羊妈妈就出门了，但还是不放心地回头喊道：“别让任何人进门，我要晚上才会回到家。”这时，大灰狼正好在山羊家边上听到了，他心里想到：“呵呵，今天晚上我有机会吃羊了。”没过1、2个小时，大灰狼跑到山羊家的窗边，对屋里的小山羊们说：“我的好孩子们，开开门，我带新鲜的青草回来了。”小山羊们听了哈哈大笑：“我们妈妈要晚上才回来呢，而且她的声音也没你的那么粗呀。”狼听了很恼火，他跑到了草原上，在那里他找到了一片胡萝卜地，于是他拔了一根好大的胡萝卜吃了下去，让自己的声音变细一点。他很馋小羊的肉，随即又跑回窗边，对小山羊们说：“孩子们，开开门，我带新鲜的青草回来了。”小山羊们刚想开门时，最大的小山羊朝窗外看了一眼，发现了黑色的狼爪。“别开门，我们妈妈的脚是白色的，不是黑色的。”狼非常无精打采，什么也没做成。他想了一想，决定进城。到了那里，他就直接去了面包房。他告诉面包师马上拿来1袋面粉。面包师正在揉面，让狼等着。但狼很不耐烦，他等不及了，便爬进了大面团。现在我能吃到小羊肉了。狼迫不及待地跑了回去。天色接近黄昏的时候，狼用爪子扒在窗台上。现在狼的声音变细了，爪子也变白色了。这次小羊们真的以为是他们的妈妈回家了。狼在门外喊：“孩子，开门吧，我带新鲜的青草回来了。”小羊们听到有青草吃，欢呼了起来。天哪！狼进来的时候，小羊们一阵惊慌的大呼小叫。一只小羊躲在板凳下，另一只躲在玉米仓里，第3个躲进了墙洞，第4个躲到了钟盒里。其他3只羊害怕的在房间里呆住了。如果家里有火柴盒，他们准会偷偷溜进去，但家里没有，因为山羊不抽烟。狼把躲在凳子下面的、玉米仓里的，还有墙洞里的羊都掏了出来，吞到肚子里。但钟的孔太小了，狼实在无法把嘴放进去。“啊，我吃饱了。”狼摸了摸肚子说。狼出了屋，跑到草原上的一棵桑树下躺了下来，一会儿就睡沉了。晚上，山羊妈妈从田里回到了家，看到大门敞开着，小羊都不见了，她吓得要死。“宝贝儿们，宝贝儿们，你们出来呀！”就在山羊妈妈独自哭泣时，忽然有人说话：“别哭，妈妈，我在这儿呢。”小山羊从钟里钻了出来，他很高兴见到了妈妈，更让他高兴的是见到了青草，因为他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。“你的其他兄弟都在哪儿啊？”小山羊便把大灰狼怎么骗他们的事告诉了妈妈。“哎呀，妈妈说，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在草原上看到过狼，你快帮我找针线和剪刀。”等到小羊找到了针线和剪刀，山羊妈妈也缓过来了，因为她年纪大了，容易疲劳。母子俩马上动身去草原，他们看到狼还在那里睡着呢。“你去搜集一些石头。”妈妈说。同时，山羊妈妈把狼开膛剖肚，小羊们都从狼肚子里跳了出来。“好了，游戏要结束了。”山羊妈妈说，“趁狼没醒，你们快点把石头搬过来。”一会儿功夫，石头就运到了。山羊们把石头都填进狼的肚子，山羊妈妈再把狼肚子缝合起来，然后吩咐小山羊们赶快回家。小山羊们回到了家，透过窗户看狼什么时候睡醒。狼醒来的时候，感觉口很渴，他想，
该去小河那里了，我肚子里的6只小羊也该要喝水了。哈哈哈！他一站起来，肚子里的石头就有响动，石头一响，狼就得意地笑。狼到了小河边，那里的水真多，他站到河岸上，弯下身子去喝水。他一弯腰，肚子里的石头就往前冲，一下子把老狼掀到了河里。河水带着狼往下走，正好小河流过小山羊们的家门口。小山羊们看到老狼飘在水面上，都笑了起来。狼虽然在游泳，但它游不了多久，很快就会死。如果狼没淹死，我的故事还将继续。